中国制造业取得了怎样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优势？这对于中国有怎样的影响？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越南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对此该如何应对？我们都知道，在制造业的发展上，中国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也使中国被称之为世界工厂，这也使中国生产出的产品被越来越多的出口到世界各地，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喜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都被世界许多国家所觊觎，都希望可以借着加快自身的发展，以此来对中国进行超越，从而使自己可以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因此，这也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并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据消息称，随着疫情的影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这使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在此过程中持续面临着严峻考验。与此同时，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国家。消息还指出，在今年一季度，越南贸易出口额超过中国深圳的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市场的担忧。据详细数据显示，一季度越南出口货物贸易总额89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而同期中国深圳的出口额为4076.6亿元，同比下降了2.6%。对此，也有消息指出，越南有意与中国竞争，希望可以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越南政府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发展，迫使部分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这就使越南民众就业率得到大幅度回升，促使越南经济增长率再度恢复到5.2%。此外，越南政府在看到国内经济得到复苏发展，就大力发展出口贸易，这使越南出口贸易发展势头迅猛。据悉，在2022年1到2月，越南商品进出口额达108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2022年2月，越南纺织服装出口额达20.58亿美元，同比增长80.81%。值得一提的是，主要出口国是美国，因此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大有强势复苏的迹象。因此，就有人猜测，随着越南制造业强势崛起，这将会促使越南成为继中国后下一个世界工厂，将会迅速实现崛起。加上近年来随着制造业不断向东南亚转移，这就使许多人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担忧，认为中国制造业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将可能会使中国工厂面临无班可加的局面，甚至很可能会给越南机会，从而有希望超过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越南所谓的世界工厂和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与中国的发展是背道而驰。如今，越南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虽然说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就，但是成为世界工厂还很遥远。这主要是由于越南的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主要是以科技含量低的低端产业为主，国内缺少高科技独角兽企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越南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越南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不多，缺乏工业原材料，国内工业体系不完善，工业部门少，这就使越南在产业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就很难发展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此外，越南相较于中国所具有的最大优势就是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低很多，这主要是由于越南经济相对落后，因此就有着廉价的劳动力。同中国每月807美元的人工成本相比，越南每月仅需不到300美元，这是相当低廉的劳动力。但是，对于越南具有的劳动力优势，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这一优势对于制造业来说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产业配套、工艺水平、市场规模和辐射范围、交通和能源的价格与可获得性等因素对产品的价格的影响同样是非常关键。但在这些方面，越南和中国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想要取代中国制造，对于只有劳动力充足的越南来说，显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再加上越南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也学会了利用越南的人口优势，因此中国就将本国的制造业转移到越南，主要是一些对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这一类产业，因为越南的劳动力跟中国相比要便宜很多，所以可以节省较多成本，提供生产利润。
因此，越南国内只能发展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做不到加工制造一个大型工业产品，因为他们不仅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方面达不到，还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撑。但是中国则可以，而且中国能够加工产品的种类繁多，所以中国这边就比越南也更具有优势。我们都知道，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探索，中国在制造业上的发展也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这也使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国。而且，如今的中国也已经成功实现从制造大国升级至制造强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此外，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这使中国制造业已经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且以其独特的优势，中国制造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发展的领先地位，而且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快。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要完全优于东南亚国家，并对东南亚国家有着较大的优势。而相对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优势只有一项，那就是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过这一项优势对于制造业来说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产业配套、工艺水平、市场规模和辐射范围、交通和能源的价格与可获得性等因素对产品的价格的影响同样非常关键。但在这些方面，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想要取代中国制造，对于只有劳动力不足的东南亚国家来说，显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再加上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中国转移出去的也只是一些对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这一类产业，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跟中国相比要便宜很多，所以可以节省较多成本，提供生产利润。因此，东南亚国家也只能发展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做不到加工制造一个大型工业产品，因为他们不仅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方面达不到，而且还缺乏相关产业来给支撑。但是中国则可以，且中国能够加工产品的种类繁多，所以也比东南亚国家更具有优势。因此，虽然现如今有许多的产业往东南亚转移，但是这转移只是将中国暂时不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以此来进一步加快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这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且有利于中国快速完成产业升级，从而可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快中国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步伐。因此，从这一方面看，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有利的。所以，中国只需要从容应对，这也将使中国制造业将进一步更新换代，以便可以达到最优。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对于越南想要超越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还需要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也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此，中国需要积极面对这样的挑战，并加快自身的发展，以便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继续巩固自己的世界工厂的地位。